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算命面相的说法上面，我们身上的一些痣都有意义，像是美人痣、泪痣，这些生在不同的地方都能有一个说法，而且让你不得不信。旺夫的女人身上铁定是有旺夫痣，有一些是长在你能看得到的地方，有一些则是需要你仔细看了。下面大佬就给大伙讲解一下长在哪些地方的痣是旺夫痣。一、脚底有痣。在志向学里面有一种说法叫做藏者为上等，痣的位置越是隐藏越是富贵。古人说脚踏七星能长千兵，说的就是脚底有痣能很好的发旺事业运的意思。相书有云，脚踏七星有权有柄，富甲一方，实为皇帝之命。脚踏三星相传也是星宿之命。武侯诸葛亮脚踏六星，出身茅庐也落得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据说汉高祖刘邦脚心上长有7颗黑痣，有脚踏七星之说。当刘邦在楚汉战争稳操胜券的时候，将士就竭尽奉承之能事，说刘邦是脚踏七星众星拱，九五南面当汉兵，说他将来能当皇帝。二、左下巴上有痣。下巴在面相中被称为地格，与天庭也就是额头一样，长得好坏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财运发展。而在下巴上长有痣的话，所代表的就是其人田宅运势极佳，一生中能够有着比较多的不动产，这样的女性自然能够为自己的另一半带来极好的财运和事业运势。三、眉毛有痣。眉毛上面长痣的女人感情都是很细腻的，是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。眉毛中间有痣的女人，家庭环境是很优越的，不愁吃不愁穿，更不会因为金钱而烦恼，生活和工作的各方面都能兼顾，同时还能帮助丈夫。婚后能让丈夫的事业走上巅峰，事业和爱情会双丰收。眉毛的痣还是要留着，点了会漏财。四、鼻梁有痣。鼻梁上长痣的女性心地是很善良的，性格比较开朗活泼，还很积极乐观，遇到困难也不逃避，遇到问题善于分析和解决问题，遇到事情都能逢凶化吉，有吉星高照。婚后夫妻生活会很和睦，感情会很稳定，家庭会很幸福美满。到中年的时候会名利双收，家庭会很富裕。五、鼻翼有痣。鼻子的位置有痣的人，多数都是家里能积累很多财富的人，尤其痣的颜色鲜亮的人，事业运会更好。鼻翼在相术上称兰台、金柜，相当于保险金库。女性鼻翼有痣，主能守财，衣食富裕，可保家庭事业成功发达。六、肚脐正中有红痣。肚脐上长痣的女人可是超级好运的，虽然这种痣比较罕见，但是女人的这个部位长有红痣的话，能嫁贵夫，且旺夫益子，一般结婚没多久，老公就能升官，生活衣食无忧。七、额头右边有痣。靠近发际线有痣的女人性格很温和，一进男方家门就能迅速地发现公婆的喜爱，一家人相处会很愉快。将这样的女人娶回家，根本就不用考虑后顾之忧，男人是可以放心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。八、嘴角右边有痣。这个地方长痣是天生就有福气的，财运会非常好，结婚之后会将好运分享给自己的伴侣，也会教育出聪明可爱的孩子。九、官禄宫长痣。官禄宫位于额头正中间的位置当中处，以女人此处长得好，代表丈夫的事业财运兴旺。往往在此处长有吉痣的女人，她们大多数的福气与运势都会非常不错，至少家里的经济条件会非常富足，个个都是上等面相，一辈子都不会缺钱花。而且她们的运势会非常好，也会连带带旺自己的伴侣，婚后会过上富裕的生活。十、臀部长痣。女人的臀部是聚财纳福的地方，往往会以女人臀部大、天生好生养的福气。
往往在臀部处的位置长有极致的女人，大多数的贵人运势会比较强，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会注定提携与帮助自己，各个的成就发展都不会太差。而且在臀部长有极致的女人，她们命中有贵子，天生好命，以后的福气发展只会越来越好，少不了大赚特赚，经济上富足。11. 下巴长痣。下巴及地格代表的是他们的晚年运势与个人的聚财力大小等，而且女人的下巴是家里的聚财的地方，以下巴长得饱满厚实有肉为福气。若是女人的此处长有极致，则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他们个人有理财聚财之道，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，就一定会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一富几代人，所以他们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，吃穿不愁。12. 左眉长痣。在相学当中，往往会以眉毛内的痣有眉里藏珠的意思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以女左男右为福气，而一般痣长在左边的女人，往往她们个人的运势才能会非常的出众，天生好命，自己有钱花，有福享，懂得如何与身边的人友好相处，使全家人精神后盾，家庭关系和睦美满。越是往后，丈夫以后的财运发展也就会越旺，是典型的旺夫痣。13. 鼻头有痣。女人鼻头上长有痣有旺夫运，鼻子长痣也是比较常见的痣象。不过如果是长在鼻梁鼻翼上的痣，代表的运势含义是很糟糕的，是破财的象征。但是如果女人鼻子的鼻头长痣的话，代表其财运极佳，且善于理财。因为鼻子是面相中的财帛宫，鼻头代表正财，鼻头长痣代表正财运很稳定，结婚之后家庭经济也会很稳定。14. 腋窝有痣。右腋痣的朋友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，性格温顺，富有义务心和爱心，关心和体恤他人，人缘很好。艰难的工作总是得到同事们的协助，他们的财富是特别好，以致年轻时挣钱不多，但中年以后变得富有潜力，十分大。这个痣的位置比较特殊，不太常见，志向非常好，代表着财运亨通，无论是自己还是家庭，事业还是投资，都能有不错的成果。15. 锁骨长痣。锁骨上面有痣通常是一种极致，这种人的心胸比较开阔，自身的能力比较强，这种人对于很多时候有自己的处事方法，很难有做错的时候。这种人为人处事也是相当出色，外形出众，福气常在，所以桃花运也是很旺，能够很强势，所以做什么都能够很好，有自己的财运，能够赚很多钱，有很好的能力。16. 夫妻宫长痣。夫妻宫在眼尾间门处，夫妻宫也就是在双眼的两侧，所谓的夫妻宫也是人的福气的象征。这个部位有痣，能够看出这个能力很好，婚姻上面能够幸福美满，做事很好，而且以后的前途能够非常有起色，所以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，做事也是很稳妥，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但是也是能够结合别人的意见，能够有好的前途，做事很好。痣本身外，还有当看痣周围的色泽，有生气的痣，其四周都是红润的凉色；吉运的痣，其本身不但有光泽，其周围也会出现淡红的润色。烦恼的痣，除其痣本身颜色不佳外，在四周会有深沉的暗晦色。衰败的痣在其痣的周围会有淡淡的蒙上一层黑色。痣四周颜色的变化，也就是气色的变化，气色是由心来推动的，心动那里，气就随着，气动色应，因此只要主宰了我们的心，就是纵了气色。有老话这么说道，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，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今天大佬就和各位分享一下与福祸紧紧相关的口相，哪几种嘴巴的人福气最多，命最好。四字口，出类拔萃。在面相中，所谓的四字口指的是嘴角齐整光洁，并略向上翘起，
上下嘴唇方正均匀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往往容易在自身所从事的领域中取得不小的成绩。凭着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努力，即使是白手起家，也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骄人的业绩。假如能够得到家人的朋友协助，便可在生活上丰衣足食，求名求利。公子口，发达名扬。面相中的公子口指的是上唇如弯刀一样棱角分明，饱满红润，下唇与之对应也是饱满润泽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乐于开拓进取。一般到了中年，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，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，属于越老越吃香的类型。虎口，德威并济。面相中虎口指的是嘴型宽大，双唇厚实饱满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讲义气，很注意自身的修养和德行。由于自身的仗义和乐于助人，而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，他们会在工作生活中给予你最有力的帮助，因此容易因贵人和朋友而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财富也会随之日进斗金。如能保持这种性格，将来便可成为大富之人。方口，实禄谦忠。面相中的方口是名贵之口，主要指的是双唇红润齐整，紧包牙齿，笑不露齿，牙齿雪白光亮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有口福，喜欢饮食。此外，这类朋友更加适合进入仕途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用。如能积极表现，提升的速度和潜力都很大，并且到中年以后，这种优势会显现得更加明显，属于官途稳中有升的类型。牛口，福寿悠远。面相中的牛口指的是双唇像牛唇一样，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唇肥厚饱满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从家事而言往往不错，容易得到家人的匡助和支持，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此外，这种人做事往往粗中带细，表面上可能无所顾忌，但在真正做事时更容易创出精品，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。有这种嘴型的人性格开朗温顺，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，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。龙口，诸父簪缨。面相中的龙口指的是双唇宽长尖厚，嘴唇润泽，略向上翘。有这种嘴型的人是权势之人，在年轻时就已经显现出自己的领导才能，善于统配和管理。到了中年时期，这种能力会随着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而更加明显，因此到中年之后发迹的可能性最高，容易登上领导的岗位，因此权势名声也会随之到来。樱桃口，婚姻幸福。樱桃口对于男性而言并不算好的口相，但对于女性来说就属于绝佳的口相。樱桃口的特征是口圆而小，唇厚而方正，口角向上，唇色鲜艳红如血，牙齿也不可太差，最好是瘤子齿。有这种口相的女子性格温良聪慧，能嫁贵妇，婚姻幸福。唇厚，富贵长寿。一般来讲，人的嘴唇以后者为佳，唇厚之人是富贵长寿之相，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多有造诣。这一类人自我观念比较强，凡是喜欢自己做主，很善于守财，因为这类人很善于倾听，听总能从人的言语中获取很多有利的信息，从而加以善用。唇角上扬，贵人多助。一般来讲，这种唇相性格上多是乐观积极、勇于进取之人，属于天生的乐观派。
为人亲和力强，富于幽默感，无论是事业生活还是婚姻多为平顺，易得贵人相助。这样的人易招贵人，事业和生活都有人帮，且自身能力不凡，所以很容易得财得运。嘴小饱满，天资聪慧，嘴型尖小饱满，双唇红润亮泽，牙齿像石榴一样饱满紧凑。这一类人往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，善于从不同的领域获取知识，能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，成为行业的佼佼者。此外，这种人也很聪慧，凡事能用自己的智慧解决，因而人缘运很好，有利于自身的发展。总的来说口型方正饱满属于好的相例，运势较顺。相反，口型欠安的人运势整体有些崎岖。那哪些口相的人运势欠佳呢？口小鼻大，晚运堪忧。口为水星，鼻子为土星，土克水，终身平凡劳累。60岁运后运势不通，晚运不免有些贫穷。如若口小又嘴尖，嘴唇上翘，唇又黑，终身劳累，工作无成。假使眉眼又带煞者，运势总体有些坎坷。嘴大鼻小，难有所成。嘴属水，鼻居中，五行属土，嘴巴大，然而鼻小的人属水反克土之象，代表此人一生常因言语惹祸，是非多端，且常犯官司之难，尤其不动产方面更是不利，频繁不是买到有问题的房子，就是被套牢。壮年中年期即使发奋一场，也难有成就。嘴小眼大，脑门宽，先天健康欠安。嘴巴小眼睛大脑门宽的人，先天体质欠安，寿元有损。古代一般很少能过一个甲子，现代医学兴旺，暗示着60岁以后身体健康下滑较快。嘴巴小眼睛小的人胆量小，气魄缺少，嘴巴小的人享用美食的福分少。嘴大眼小，难以长寿。嘴巴大而眼睛小的人，代表此人心口不一，心思虽缜密，却无法表里如一，一生不适合求官或当老板。如在口大不收，眼小无角者，古书上说此人死无葬身之地。不过这可能只是夸大之言，可能是由于口大无收，容易在欲望方面无法节制，造成身体败坏，容易早死。下唇以下有痣，胃气缺少。下唇以下承浆部位有痣，男人此位没有胡须者，脾胃功用欠好，不宜喝酒过量，还需防备水灾。嘴唇下承浆部位平满，61岁运势不畅，易患病或破财。口角有痣，恐有大灾。口角有痣或黑子的人，不善言谈，与人交流缺少技巧，很容易发生口角对错，且留意水灾。平常无痰爱吐口水的人，身体代谢功能弱，且日子层次不高，老运欠安。嘴大耳小，福禄欠佳。嘴如船，可视为水；耳如木轮，可视为木。嘴巴大但耳朵小且肩薄的人，属水多木漂之格，代表此人一生事业多足，四处飘零，难有成就，欠缺福禄。不过耳虽小但丰厚的人，且轮廓分明，则另当别论。嘴大无棱，难以聚财。嘴巴大却无棱角的，代表此人一生虽会赚钱，却难聚财，且生性喜欢投气，不适合做正当职业。所说的棱者，即口唇外鼓起一圈唇肉。嘴巴尖小，运程受阻。嘴巴尖小撅起来如吹火的人，在古书上被称为吹火口之象。这种人比较尖酸刻薄，说起话来常常能伤害到人，而且毫不留情面，经常得理不饶人。这种人如果说话又多又急，代表会一生破败贫贱。嘴巴小而且头也小的人，代表早年会贫困无依，中年运势也难开，到了晚年也会因为运阻而短命。
因为这样，所以这种人本身也大多比较自卑。嘴小额大，晚景凄凉。嘴巴小额头大的人属于火多水库。有些人则凡事诸多阻滞，且易遭人陷害，一生痛苦不堪。其实所谓小人，是与君子相对的一种概念，常常有如下特征：一、造谣生事，他们或者以造谣生事为乐，或者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二、挑拨离间，就是利用别人沟通不畅，制造矛盾，进而火中取栗。三、溜须拍马，利用人性弱点投其所好，阿谀奉承，进而取得别人信任，获取不当利益。四、阳奉阴违，表里不一，嘴上一套背后一套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使烂药。五、四大主义，谁有权势就依附谁，谁失权势就抛弃谁，没有原则，不要良心，没有公信。六、见利忘义，只要自己能活，有利可图，什么道义与公义一概不管不顾。七、落井下石，见不得你好，如果你不幸跌倒，逮住机会，他们会追上来再补一脚。八、推诿过错，一旦发现自己错了，要承担后果，就会诿过于人，甚至寻找替死鬼。以上就是典型的小人特性，需要小心应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自己老是遭遇小人，也与自己的缺失有关。因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故此人们不应对小人耿耿于怀，还得多检查自身的毛病，也得感谢小人，因为他们督促自己更为完善和成长。那么具有怎样面相的人，一生中老是遭遇小人，招惹小人呢？一、眉毛压眼，鼻梁扁平。眉毛压眼，鼻梁扁平的男人性格急躁，心胸狭窄，且喜欢记仇。与他人接触时，喜欢直言对方缺点，让其难堪。20到23岁的求学运极差，会因与师长不和、同学争执而遭遇陷害，最终导致无法如期升学。此面相的女人天生愚昧，说话不经大脑，喜欢盲目听从他人，容易祸从口出。24到27岁，易因第三者的介入或另一半的坑骗而身体受损，最终人财两失。40到42岁则容易因犯口舌而得罪贵人，而惨遭报复，运势会因此而受阻。二、肩门破损，颧骨高耸。肩门位置在两个眉尾、眼尾延伸至鬓发之处，古相书称之为夫妻宫。肩门出现凹陷、带恶痣或伤痕等破损，颧骨高耸的男人判断力差，做事拖沓且喜欢贪小便宜。在24到28岁，容易因工作失误被小人抓住把柄，而导致事业受阻，最终将面临失业或降职的厄运。此面相的女人能力一般，但口气不小，喜欢为难他人，在职场中会不断显摆自己的过人之处。在26到29岁，容易因与同性同事发生争执而惨遭陷害，最终事业一落千丈。三、红丝贯孔，眼睛下垂。红丝贯孔是指在面相中一个人的眼神过于外露，且血丝多。红丝贯孔、眼睛下垂的男人，为人爱慕虚荣，喜欢受人追捧，但实际能力差且个性急躁，容易与人起冲突。在23到26岁，人缘极差，容易因过度炫耀资本或践踏他人尊严而惨遭报复陷害，最终导致身体严重受损。此面相的女人为人油嘴滑舌，表里不一且欲望极强，喜欢主动勾搭异性。在22到25岁，烂桃花不断，但不会拒绝，享受肉欲，容易因此而遭遇同性的谩骂与重伤，最终导致名声极差。四、鼻梁骨凸起，额头窄。鼻梁骨凸起、额头窄的男人情绪起伏大，承受能力差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容易积怨在心。在23到24岁，他们的爱情与事业运极差，坎坷比一般人多，容易因此而脾气暴躁，且对另一半拳打脚踢，最终可能遭另一半惨痛报复，而身体与名声双受损。
43到45岁创业者容易因遭人嫉妒而被陷害，有入狱之灾。此面相的女人脾气阴晴不定，且多有不好的癖好。在29到32岁，容易因受诱而染上吸毒、赌博等恶习，最终亦因熟人恶意揭发而断送前途。5. 腮骨方，臀部干瘪。腮骨方臀部干瘪的男人为人一意孤行，口德差且忍耐能力差，喜欢主动招惹他人。在职场中，他们反应能力快且执行力佳，容易因此迅速升职，但会因为气势凌人而遭小人陷害，最终事业难有起色。38到42岁创业者则容易因下属集体叛变而导致破产。此面相的女人自视过高，待人无礼，能力超群，但人缘差。在24到28岁，事业能够一帆风顺，但容易与人结怨，最终会因他人的恶意重伤而遭遇诚信危机。6. 手指弯曲，眼睛略凸。手指弯曲、眼睛略凸的男人为人内向，言语不多，但对数字有与生俱来的敏感，擅长数学研究、金融投资等。在26到29岁，事业运极旺，能通过努力而获得大笔财富，容易因此遭好友嫉妒而被无辜利用，最终导致财富一无所有，且让事业受到大打击。此面相的女人生性孤僻，不喜交际，有特殊的才能，但做事容易极端。在23到26岁的贵人运极旺，能因贵人辅佐而扶摇直上，但容易因不识抬举而惨遭小人陷害，导致事业危机出现。33到37岁创业者则容易因同性好友的陷害而倾家荡产。7. 桃花眼断掌。桃花眼断掌的男人有与生俱来的魅力，为人温文尔雅，气质佳，异性缘好。在求学阶段追求者不断，容易因同性嫉妒而私下被毒打或凌辱，最终导致精神受创。26到29岁能与条件优秀的异性交往，但最终会因小人的从中作梗而导致感情破裂，最终难逃情伤的厄运。此面相的女人喜欢幻想，追求浪漫，有过人的才气，在23到27岁的桃花运极旺，但容易因拒绝他人而惨遭报复，最终可能祸及家人。8. 耳轮外翻，事业线杂文多。耳轮外翻，事业线杂文多的男人为人叛逆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常因不够沉稳而让人觉得不可靠。24到29岁，在职场中容易因玩笑话而得罪领导或同事，对方会不断为其设陷阱，让其自投罗网，最终导致事业一振不起，且财运受阻。此面相的女人不轻易相信他人，做事有主见但固执，容易与同性发生矛盾。20到24岁容易因与同性意见不合而惨遭对方毒手，最终导致求学运与感情运双受阻。9. 腹周嘴，腰部无肉。嘴角有点往下，嘴角向后延伸，称作腹周嘴。腹周嘴腰部无肉的男人能力较差，辨别能力差，容易交损友，且事业难有突破。在22到25岁极容易因轻信他人而替人背锅，且会不断遭遇他人陷害的厄运，最终严重影响事业运，且易与家人发生矛盾。此面相的女人人缘较差，不会处理人际关系，遇事容易因急匆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而惨遭否决。在29到34岁坎坷不断，容易因至亲的陷害而家庭破裂，且易因此而精神失常。10. 目光呆滞，嘴巴大。目光呆滞，嘴巴大是典型的被坑面相。此面相的男人思想单纯，判断力与辨别力差，耳根软，容易受骗。求学阶段容易受人教唆而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，最终导致名声差。24到28岁在职场中容易成为他人的替死鬼，最终财运不佳且遭人唾弃。此面相的女人一生小人不断，在22到25岁容易因另一半的坑骗而失业
且钱财尽失。32到34岁则容易因被人利用而背负坏名声。大家都很有感触，被小人陷害的那种受窝囊气的滋味，远不如战死疆场来的爽气。小人的拿手好戏和看家本领，就是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出尔反尔，阳奉阴违，口蜜腹剑，笑里藏刀，装腔作势，为火作伥。孔老夫子告诫我们一定要远小人，倘若不得已非得与他们交往时，一定要当心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